你说哈，理想状态下实行权利的人是应该一个不愿意实行权利的人，他相当于是出于一种非常高的道德水平，然后他在那儿进行实施权利，就他本身对权利是应该是厌恶的这个是最好的，这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如果他实施权利人又同时特别迷恋权利，他又被权利所绑架，那这种人多半就会出现问题。因为权利本身就是说有个膨胀性在里面，它是底层的逻辑，就是它一定会有膨胀的。当你适用权利的时候，你就希望你的权利越扩越大，而且它还有自我保护意志，它不希望自己的权利失去掉。还有就是因为位高权重，它的竞争会非常激烈了。然后他这个权利还有一个就是，他还倾向于把权利和责任这两件事情给脱钩。他想拥有权利，但他又不想负责。他做着权利，但是后果他又不愿意承担。那这些他要把这个因果分开。对，那这就体现出人性的丑恶了。那这些丑恶，我觉得也是从你这个肉体，或者是说从你的轮回的习性当中给你施加的，而这也是监狱的一环。就是有些东西其实可能你由不得你自己，你到那个位置上，你要练权，你肯定会练权，你通过不了这个考验的，你肯定会循环下去的，就是百试不爽啊，你一定会中招。我看有些人抱怨，对，接着讲啊，我就说，比如说抱怨就是单位上的领导折腾自己啊，手上有一点权力就开始搞事儿啊。我说这本质上其实就是他在运用权力，在体现权威。因为你想休假，我不批你，就这样说吧。我举个简单场景，如果你申请假，我从来都批，我无脑批，其实我的这项权利是没有展示出来的，而我没有通过我的权利兑换成我的权威，而来获得你对我的服从。但是我选择你10批，我10不批。哎，你有些假我不给你批，有些假呢我可能给你批。这个时候就开始在运用你的权利了，而人倾向于运用这个权利，而不是放弃这个权利。他在运用这个权利的过程当中，他就感受到了权威，而他天生对权威是心向往之的。就是很少有人说，当他获得权威之后，他内心是厌恶的，说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权威？他不是厌恶，他是欢喜。我有了这个权威，你看他们现在臣服于我，然后你会感觉到一种自我满足，而这种自我满足不是教育告诉你的。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初高中、你小学这12年教育，老师不会告诉你，让人屈服是会得到快感的。行使权威、行使权利、获得权威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这个事情是人类避讳的，他不想告诉你。然后呢，你在高中生活中你也体会不到这个事情，但是一旦给了你这个机会，让你体会到了，你会马上一下就跟开窍了一样的，你会发现，哎呀，这个东西是件最美好的事情。在学校里面其实也有一些小的权利，比如说班长呀，还有那个课代表呀。他们有什么权利？然后，比如说班长他有叫大家起立的权利啊，叫大家坐下的权利啊。比如，课代表有收作业、发作业的权利啊，或者说是给老师打小报告的权利啊。你有被他们这种权利折腾过吗？我从小到大基本上都是当班长。你就是那个有权利的人是吧？对对。我一般都是折腾别人，所以我自己被折腾很多不是在学校里面，而是在比如说在单位里边，或者在社会上，在家庭里。那对，就这种折腾其实本身对权力，对这种折腾本身其实也是很可怕的，其实也是搞得你不自在。就是你刚刚提到，如果家庭里面有权力关系的话，当然大部分家庭里面有权力关系，这个关系一旦折腾起你来，那家庭何尝不是你的监狱呢？都不要扩张的那么大，说世界是不是个监狱，地球是个监狱。我说你这个家就是你的监狱，你当下就是你的地狱。就是你都不用去想那个什么佛家讲啊，什么大铁围山里面有个地狱，把人放在里面 barbecue
啊，怎么样，你不用想那么复杂的，你天天一回家，那就是你的地狱，老婆跟你闹，父母又跟你闹啊，你小孩又不听话，你天天就心力交瘁，而且这种是无穷尽的循环，每天都给你上演一出，那我就问你打算怎么办？你要离了婚更惨，给你打离婚官司啊，这财产怎么分，怎么样，小孩判给谁？那我说那你不觉得你在下地狱吗？你在坐监狱吗？那监狱里面的人可能那个心理压力都没你大，还是我那句话。对，就是说不定在监狱里面，你的身体一下就变得健康，心理也健康了。对，所以这就是我说的那个监狱论，我觉得说的也差不多了。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他说的升华，我觉得升华就是把我刚才说的那些所有的限制，这些灵魂的这些限制，你全部都给取消掉。然后你取消掉之后，你依然，我觉得理想状态是你依然可以在这个世间投胎，你依然来，但你能做到就是这个比喻有点不恰当，就是人从花丛过，片叶不沾身，你能做到，就是你能在这个充满因果的人间，你能来来回回的很多遍，但是你不受它习性的沾染。对，相当于你能做到一个课题分离。就是相当于一个第三者的视角去看待你的人生，对，你始终跟自己的身体保持这么一个距离。对，我有时候在一些生活中的小事在想我能不能做到，但有时候发现其实也不太容易做到。对，很多时候你会忘记自己是一个灵魂的这种本质，很多时候你会认为你就是你，然后你很沉浸在当下的那个心流里边。对，我不知道你有时候会不会想啊，就是你细想人生的，就是思想的一些举动，你会发现，哎呀，其实自己也挺俗气的一个人。我先自我批判，我讲一件事情吧。我前段时间卖股票，卖完了之后，我就想，哎呀，我就收手不干了。今年，哎呀，这个股市上上下下的，我觉得。我还给我的朋友说，我说这个钱哪有尽头，赚尽头是差不多，咱们就收手了，干完这票咱们金盆洗手不干了，今年就这样吧，接下来爱咋地咋地。我还在跟人家劝，我就说不要一天到晚就在那个市场里面搞来搞去的，徒增烦恼。对。结果第二天那个特朗普他一打那个伊朗，我发现那个石油又开始飙涨了，然后因为我之前一直在炒航空股，然后我发现那个股票又开始跌了，然后我本能反应是，我是不是又可以抄底去了？然后当我想了这个事后，然后我还想，我说我这个人其实也挺讨厌的。我说我白天还在跟人家说咱们就收手不干了，晚上我自己就开始想了我要不要去抄底。那我说这个不就是凡夫的特点吗？嘴上说一套，晚上自己一想，又那个眼睛一转，又有新想法了。我就说那你对，我就说那我这不就是属于凡夫思想吗？啊，就一天到晚那诱惑来了。那个还是控制不住自己，会去想一想，要不要去抄个底，干个啥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我有时候自我检讨，我就觉得也不太好。我觉得之前单位那些同事他们也是，就是他们只要一有空，手机就刷手机那个股票市场，我看的头都大了，我觉得这些人一天的全都钻到那个市场里边去了。对，我其实觉得炒股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他逼着你去盯盘，但我是不喜欢盯盘的那种人，我不喜欢盯盘，但有些时候，而且你盯盘了之后，你很难情绪不受它左右，你肯定会受它左右的。我自以为，我觉得我自己还现在比较淡定了，就你买些东西嘛，就放在那儿嘛，你又不是那种专业的交易员，恨不得每天交易个很多次，然后我都是属于我自觉得自己的还是比较佛系炒股的，但是真到那一刻就是最近这次我反思的时候，我发现我这个人还是心思不够坚定，一看到那个这个东西机会来了，我又想去上，我又想去冲。之前还说我们就休息一下吧，我们就此拉倒吧，但是真机会来了呢，又想进，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你会受他们情绪左右吗？就是你那同事天天炒股了，又说赚钱了啊，我今天赚了多少的，明天我赚了多少，要不然你也加入啊，你会受他们左右吗？
我不会，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对世俗不是那么执着的一个人，就是对钱看的不是很重。但我觉得说这个话就跟你刚才说，可能会招来一些人的反感。但是我真是这样想的，就是钱自己觉得够了就行，不要去跟别人比，然后你自己能够接受你这个经济水平就行，或者你想要去追求更多的钱，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就是你不要做那种违心的事就行。包括我觉得像是你刚才聊股票，我觉得以前我也炒过股，我觉得我是比较就是看重这个长线交易，就是做一个长期的投资，就不要去频繁的盯盘，或者说是去研究这研究那，看中一个方向就投进去，然后啥也不管。但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不太一样，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它位于一个变化特别快的这么一个动荡期，就是长线交易往往是反而不太利于在当下你会发现股票市场更加偏向于短线投机。是的，比如说现在炒 AI 嘛，我周围就有人在买那个什么美光，哎呦，那个简直是那天天涨，或者买那个英伟达啊，怎么样。现在就是那个，我觉得 AI 这次这个事情啊，真是体现出了把你说的那种浮躁体现的淋漓尽致，就所有人争先恐后，一拥而上，生怕错过这个机会，就是现在不上车就再也上不了车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把那个科技股弄得啊，那简直是每天是翻来翻去，颠来倒去的，然后都在那炒。这其实就是一种圈套啊，就是一种地狱啊。因为你在股市当中挣扎，其实就是在把你的这个习性给越磨越差呀，你的那个焦虑啊，那些痛苦啊，其实都是真实的呀。其实我觉得从灵魂层面上来讲，其实要远离这些负能量的东西。是的。那你觉得金钱和美色之间的转化是不是灵魂降维的一个过程呢？就当你尝试把金钱和美色之间转化的时候，或者是权力、金钱还有美色这三个东西，你想开始把它们之间拿来转化的时候，是不是其实就是你灵魂开始降维的过程？因为那个人的问题也问到了，就是说这个灵魂的升维和降维。我现在有个最具体的一个我的观点啊，就是说，当你尝试把这三个东西开始互相转的时候，其实你的灵魂就开始降。就你把这三个东西，你开始在动你的小心思，我怎么把它转一转？我把其中一个换到另外一个。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三者的转换，其实应该是，你世俗层面的一些操作，其实跟你灵魂，如果你能做到客体分离，其实关系不大，但是绝大部分人做不到。所以对于那些绝大部分人来说，他可能就是在这个操作的过程中，其实他的情绪是被深深的烙印了一些东西，所以就是体现在降维上。但是如果你能够做到客体分离，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去做这三者的交易，其实不影响你的灵魂层面的东西。但是这可能难度就要大很多，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说不现实。OK， 你有遇到过就是这三个东西它在转化的时候，同时你又认可它其实不是沉迷其中，它的灵魂依然是高尚的。你有遇到过这种人吗？或者听说过这种人？我觉得主要看你。我觉得首先就是这个世界其实没什么就是高尚或者说低劣啊，或者说善恶之别，就是善恶高尚低劣，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立场性的这么一个判断，就是你是因为站在某一个立场上，你觉得对方是高尚或者低劣的，但其实呢，就是它只是
生命的一种流转吧。就是如果你现在让我去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我一时半会儿还不太好想，可能想到了再告诉你吧。行，因为这个是对，这个是蛮刁，但我这问题问的也挺刁钻的，确实，这种例子是很难找。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不对，你有去过终南山吗？没有，终南山离我很近，我一直挺想去的。对，我妈还尝试去过一次，结果她说的可搞笑了，她想进去，当时也是我建议她，我说你要修行的话，你要搞那些东西的话，你要不要去终南山？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